第5课：言语霸凌与情绪操控。雅婷每周都很期待去教会，但最近她开始害怕那个地方，原因是一句话：你的信心不够，所以才会这样。这句话出现在她最痛苦的时候，她刚失去工作，向教会的姐妹们分享自己的挣扎，结果其中一位资深的姐妹淡淡的回应：如果你真的信靠神，应该不会有这么多忧虑。当她试着解释自己的感受时，另一位弟兄补了一刀：是不是你生命中有什么罪，神才会这样管教你？他不是来受伤的，他是来寻求安慰的。可是他的心比来之前更沉重。这样的经历，你是否也曾有过？明明是信仰群体，却让人觉得话语如刀，伤人于无形。今天这一刻，我们要来揭露教会里的言语霸凌与情绪操控，并且看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面对这一切。1. 教会内的言语霸凌形式。言语霸凌不一定是直接的辱骂，很多时候它藏在属灵包装里，让人难以反驳，又无法不受伤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形式。1. 属灵化的批评：你应该更谦卑一点，不要那么有意见。如果你真的有信心，这件事早就解决了。神要试炼你，所以我们不能同情你太多。这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勉励人，但事实上是在否定对方的感受，甚至让人产生羞耻感。2. 属灵羞辱。有些人会用为你好的方式来羞辱别人，例如你的服事态度不够属灵，怎么能侍奉神？你的穿着太世俗了，这样神会喜悦吗？你还不够成熟，先学会顺服再说。这些话让人产生我是不是真的很差的想法，让受害者开始怀疑自己的信仰是否够好。3. 属灵诋毁。这是最严重的言语霸凌，通常发生在当某个人与教会主流意见不同时，可能会被贴上有分裂的灵的标签。当某个人离开教会，可能会被说成灵命退后。当某个人对领袖有不同看法，可能会被指控对属灵权柄不顺服。这些标签会毁掉一个人的信仰，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是否还被神接纳。2. 以爱为名的情绪勒索。我是为你好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温柔，但有时候它是一种情绪操控的手段。教会里的情绪勒索往往用属灵话术，让人无法拒绝。1. 让你产生愧疚感。你如果真的爱弟兄姐妹，就不会拒绝这个服事。我们这么爱你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？离开这个团契，你以后就很难再有真正的属灵朋友了。这些话的背后是一种让你内疚、逼你顺从的操控。2.
让你害怕被神惩罚。如果你这样做，神可能会让你经历更大的试炼。顺服属灵权柄，神才会赐福你。不要成为神计划的拦阻。这类言语让人产生恐惧，担心自己会得罪神，于是选择顺服，即使内心并不愿意。3，让你失去自我。你的想法还不够成熟，应该听从属灵长辈的建议。你的意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教会的方向。真正属灵的人不会那么容易受伤。这些话看似在提醒人，但实际上是在抹煞个人的感受与思想，让人不敢表达自己。3，面对言语霸凌，圣经给我们的指引。1，口出恶言的危害，雅各书3章5到10节。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。雅各书3章5到6节。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言语有极大的影响力，可以造就人，也可以毁灭人。言语霸凌不只是人的问题，而是灵性的问题。它能影响一个人的信仰，让人对神产生错误的认知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，哪些话是出于神，哪些话只是人的意见。2，当用爱心说诚实话。以弗所书4章15节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。以弗所书4章15节。什么是爱心说诚实话呢？爱心是为了对方着想，而不是用话语压制或操控。诚实话是真理，而不是带有偏见或情绪的批评。真正的爱是愿意用真理来帮助人，而不是用话语来羞辱人。结语：面对言语霸凌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曾经因为言语霸凌而受伤，请记住：1，你的价值不是来自别人的话，而是来自神的话。2，不论别人怎么说你，神对你的爱不会改变。3，当你受伤时，记得回到神的话语，而不是人的话语。最后，当我们自己说话时，也要谨慎。我们是带出生命，还是带出伤害？让我们成为在教会里带来医治的人，而不是带来伤害的人。